老穆，哎，这人怎么没在啊？老穆，老穆，哎，李青，李青，哎呀，3年不见了啊，一个解放战争啊，都快打下来了。我说呢，说军委机关有人找我，我就知道是你小子。徐霞呢？徐翔，我现在领导不了了，在周副主席那上班呢，筹备将来的外交部。开天辟地啊！李青，跟你说句题外话，这林娥生了儿子，还是女儿？女儿刚满月。你看看啊，你得感谢我，没有我老穆当年在延安红星饭店请你们吃羊肉泡馍，没准啊，你小子现在还打光棍呢。嗯，干什么？啊？不对吗？老穆，嗯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在延安红星饭店吃那顿羊肉泡馍是我掏的银子吧？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你？林娥凑足了钱，你小子太计较了，越来越不要脸了。我跟你说呀，林娥我已经收回来了，调令半年前我就发去四野。他是我们总参3部的老班底，这要建国了，我这里需要他这样的骨干。你老穆现在是组织啊，非得让我们两地分居，我有什么办法？行了行了，你就忍忍吧啊！这样发展下去啊，我看要不了半年，这全中国就给拿下了。怎么样？你的部队到哪儿了？我兵团已于平津南进了，快打到湖南了。作为四野的先遣兵团，和二野会合，对付白崇禧。这就对了。我今天找你来，就谈一件事。董建昌，他也在白崇禧的辖下。谁？董建昌，在黄埔的时候，我就察觉到，你跟他的关系十分特殊。他其实就是我姐夫。那就好。据我们所知，董和蒋是有矛盾的。蒋对他一直很提防，但有时候又不能不用，因为在第4军的老人中，他的影响力并不亚于张发奎。湖南处在你们四野的进军路线上，因此，我们决定把对董建昌的工作交给你杨丽青来做。这是密码，跟他联络的方式方法都在上面。这渡江战役说打就打，做晚了，恐怕就来不及了。广州革命初期，他做过我的导师。4·12以后，没少扶持我，对我很关照。但是这么多年没见了，双方南辕北辙的，不知道还能不能说到一块儿去。虽然此人多变，但是我们还是要促成他起义。董长官，收到一份奇怪的电报，一个叫兴隆商务公司发来的，电文上说的都是生猪生意。军统长沙站在我司令部电讯室安了几个人？3个。电台上安了2个，电话总机上也有1个。从今天起，你在特务营给我调几个可靠的人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给我盯紧了。是，我明白。你把这份电报给重新译一下。是。
董司令长官勋鉴。自与长官在广西三军司令部馈赠望远镜一别，已有4年过去了。南昌暴动，长官专列上一别，已有22年过去了。似乎学生与您当初的分歧争论，就即将有了结果。在学生实践的同时，我解放大军已经跨越了千里江防，并占领了南京。学生所在的部队也正向老师所在之地逼近。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了。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和人民财产的损失，学生恳请老师履行与我已达成的初步协议，选择有利时机，实行战场起义。国军与老师洽谈代表已在途中，学生已托代表带去详尽计划，望老师审时度势，依然做出符合国家民族大义之举。回答我！大好，现在我命令你，带着你的队伍，随我的特务营一起去25师师部，把他们从共产党手里给我拉回来。这办不到。你杨立清忘本，跟共产党走。我董建成以为自己是个伯乐，不曾料想自己却成了千里马的草料了。报告，拉克巴马号到了，刚刚停泊在吴淞锚地。谢谢谢帝，美国的这批军火终于到了，国防部都催问多少次了？太晚了，已经无法扭转徐蚌归阵后的颓势。老美动得太慢了，年初定的军援年底才到，数量上还不够他们许诺的1半。这也是最后的糖果了。你们没有见到美国人是怎么低调接待韦佐夫人的。仅仅是6年的时光，6年前，他们对到访的夫人是趋之若鹜，现在是有意给夫人难堪的。局长，请你一定转告你们海军的贵老总，海军一定要拿出最好的军舰和舰长，全力保障此项特殊运输任务的完成。这也关系到我们大家的未来。我明白。韩国停泊的位置，离洋行越近越好。是。中央银行的储备黄金全在我这个库里面，总共有277万两。我们不管账目，只管安全转移。账目错了，杀你的头。黄金少了1块，杀我和吴师长的头。无良不拒兵，这批黄金将是我们到台湾的立足之本。吴荣，就是丢了你我的命，也要把他们安全的送到台湾。痛定思痛。是。我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金子。即使这样，他能撑得起一个国家吗？
你到现在才回来，早知道你在上海，你也不回家一趟。你知道家里出了多大的事吗？我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。我只能在家待2小时。我中午刚从台北飞回来，他们就把我叫过去，找我谈事。你不是已经离开他们了吗？是他们找到我的，说咱家里的事。家里的事？什么事啊？他们怀疑董建昌靠不住，可是又抓不住他的把柄，就把我叫了过去。他们不敢找你，就是这么回事。他今天托人送来的。他让你去长沙，你去吗？是他把我引到这条路上来的。现在，他又要决定我的后半生。我已经没有心气再随他走下去了。我主意已定，跟他分手。好。你看，秋秋已经到了解放军的文工团。看这张，是他在《忠王之子》里扮演了忠王妃。你看，咱们这个妹妹扮相不错呀，啊？共产党要进城了，咱妹妹这时候演忠王之死，是提醒他们不要再犯太平天国的历史错误。咱爹怎么样？我急着要和你商量的就是这件事。监察院给了我2个选择，一个是广州，一个是台湾。吃晚饭的时候，我试了试咱爹的口风。咱爹说，如果共产党到了上海，他哪儿也不去。丽华，这才是真正的大事。不管咱到哪儿，都不能丢下咱爹。可是上海能守得住吗？汤恩伯说上海的城防固若金汤。市场上吆喝声大的，都是卖狗皮膏药的。我在台北已经买好了房子，一定得把咱爹带走，去台北，只此一条，别无选择。
杨司令，哎，您好，您好。你好，来里边请。是。很好，那就是说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了，是吧？是这样的。但是你必须得替我提醒董长官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。就像烧开水一样，99度都不犯花，非100度才行。明白。只是董长官有一事不能释怀。您的姐姐。什么意思？董长官曾经试图说服您的姐姐，让老人和孩子都迁到湖南。您的姐姐明确地拒绝了。董长官此次派我出来，想让我再去一次上海，做最后努力。我想知道，您有什么话可捎给您的姐姐？这恐怕有些难啊。啊？这一般人很难理解我们这个家庭，这牵扯到我和我姐姐，包括我哥哥，这么多年各自的坚守吧。哪怕有一丝可能，也不会等到今天，是吧？是这样吗？对。我们各自都有不同的理念和道路。虽然我们是一家人，也坚守了家庭的准则，但我只是家庭中的一员，不会，也不应该把自己的理念和道路强加给对方。你说呢，刘副官？我明白。你要是有机会见到我的姐姐和父亲，请替我转达，说我非常想念他们。共军已经在上海外围发起进攻，上海沦陷只是时间问题。最后一批黄金储备19万8千两，以及1520万银元，今晚就要登船。海军已经调不出专用军舰，所以你要带领最可靠的船队随船押运，不能有一点闪失。您放心，人在船在，船在国家财产在。这批黄金送到，你就不用回来了。我想我们下次见面，应该是在台北了。杨教官，你什么时候动身？快了。除了还有一批重要物资要运送，我还有些家事。我是家里的长子，自然有些事情需要处理。拜托你了，台北见。杨教官，我想问句话。啊，立青现在怎么样了？春风得意，当着军长，率部控制浙赣县。正在向湖南进军呢。这一别，也不知道我们376班的兄弟今生还能不能再见。恐怕难了。连我这个同胞哥哥，吴荣啊，说实话，我挺羡慕你们。立正！
我是杨丽人。什么？心脏病突然发作了？在哪个医院？丽人，缓过来了。好，爹，老爷子缓过来了。他怎么会突然犯上心脏病呢？谁说不是呢？他本来一大早我们一家人吃饭还好好的，这老爷子也是好好的呀。他正喝着粥呢，忽然就不行了，就要晕过去了。幸亏我一把他抱住，没睡在地上。也亏得丽华的车在啊，我们就赶紧往医院送。哎呦，那脸煞白煞白的，气都上不来。所以说嘛，一个家庭有时饭桌上是最危险的。丽人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们都说什么了啊？丽华，我老爷子怎么会这么激动？哎呀，还不是劝老爷子早点离开这儿吗？船期已经定下来了，后天去基隆。你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功夫才把船票弄到的？现在船票多稀罕呐，10两黄金也换不来。可是老爷子差一点就把船票给撕了。你们跟他说这些干嘛？我不是跟你说这有我的吗？你一定是把话给说急了。可我不知道老爷子有心脏病。是啊，一块睡了这么多年，我从来就没觉得老爷子哪儿身体不舒服。医生说了，老爷子这回是心肌梗塞，要面积再大一点，救都救不回来。我的天哪！哎呦，那以后这话可千万不能再对他说了，真的可千万别说，真不能说。病人要解手，麻烦你们亲属帮个忙，跟我来。哦，我去。我们要帮他，老人执意不干。天河，我没事儿，死不了。天河，天河，你可不能有什么事儿。你要是有什么事儿，我可活不成。别哭，有你在我身边，我高兴。啊，哥，你说话呀！你说怎么办？我是没办法了。我呀，就是不想见到他们。
我去找人，就是抬，我也要把老爷子。去了，外公外婆谁照顾？
咱们要一个完整的家，不是吗？妈妈一定要知道外公是怎么想的。外公太倔了，他怎么也不想想，他都已经70多岁了，在这战火纷飞的，万一有一个三长两短，家里有人吗？刘副官，董长官急切地要您和家人今晚就动身去长沙，一切都安排好了，什么都不用带。2个小时以后我们就动身，所有的情况我们在路上再谈。今晚就走。可我听说，去长沙的路已经被共产党切断了。这您不用担心，将您和家人安全地送到长沙，是董长官与共产党方面达成的协议之一。协议？什么协议啊？杨小姐，也许你不知道吧，共产党方面的负责人，就是您的弟弟，杨立清将军。立清？是。杨立清将军特别交代我，要我向您向老太爷问好。问好？是的。我以为他还有别的话，但将军只让我代为问候。惜墨如金，一个好字，把什么都说到了。事不迟疑，你们赶紧准备一下，运输车辆2个小时以后就到了。刘传后刘副官，怎么？前方战场，战情火急，你倒有心情，来上海逛大街来了。舅舅，杨长官，我是奉董司令长官之命，前来与小姐谈事的。我刚才明明听到你提到了杨立清将军，怎么？你们长沙兵团和他联系上了？你们到底要干嘛？连人造反！大势之下，董司令长官不能不为国家和民族着想。你倒是敢说点真话啊！我告诉你，我现在一个电话就能把你们董司令长官送上断头台。董司令长官说，你们现在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。我兵团9万官兵上下同欲，归心已定，没有人可以螳臂挡车了。你们说这话太早了点吧？白崇禧手中，除了董建昌，还有34万大军。34万对9万，他应该知道什么后果。杨长官所言差矣。董司令长官说，我们与共军作战，已属不得已。如果你们再鼓动我们互相残杀，杨长官情何以堪？据属下所知，杨立清将军与长官您还有杨小姐是同胞姐弟。
董司令长官与杨小姐恩爱深重，没有任何理由要把这相聚之喜变成刀切斧剁之痛。给我闭嘴！这话也是你该说的吗？你把角色弄错了，你以为你还是长官啊？属下人微言轻，但道理就是这个道理。你回去告诉董建昌，我还是懂一点政治的。要投降，让他自己去投降好了。少在这跟我什么怜香惜玉的，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圣人之相。他谈什么人间亲情？去他的！你告诉他，他就是到了月亮上，也还是个卖花布的。行了，别说了，刘副官，谢谢你，刘副官，也谢谢你们长官的一番好意。我和我的家人不打算去长沙了。我的父亲突发心脏病，住在医院里，随时有生命危险。如果你见到沥青，请你转告他，让他不必担心，只是请他相信，他的姐姐也会做出他自己的最后选择。就这样吧。好。你何必这样？好说好散。我也就是吓唬吓唬他。上海的物价，半年时间就涨了83000倍。这种总溃败，没有人可以挽救得了。船要沉了。连船上的老鼠都想拔腿走掉，这是定律。
外公。飞明啊，这外边是什么声音呢？跟打雷似的。那是打炮。飞明啊，你怎么这么实诚啊？是打雷。这就对了，打雷就对了，要变天了。你拍一，我拍一，我拍一。你慢点。两个小，行，我来，来，再来，二，飞明啊，你跟你妈妈去吧。我哪儿也不想去，哪儿也去不了啊。你长大了，再也用不着外公给你守家门了。外公，是不是因为我不是您的亲外孙？啊？你说什么？是不是因为我不是您的亲外孙？我赢了，我追了你了。飞明，你怎么这么想？有一次，我听外婆
飞明，飞明，妈！飞明，救命啊！飞明！ 外公，丁哥，你怎么能走啊，丁哥？丁哥，丁哥，你走了，我可怎么办，丁哥？贵死外公，外公。 丁哥，你不能走，丁哥，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呢？丁哥，外公。 你还在写什么？最后一班船了，刘长义保不住了，码头现在完全失去控制。好在宪兵团还在我的手里，要不船1个小时前就开了。外婆呢？屋里呢？
飞明、建秋啊，你们去把婆婆给嫁出来。我得给曲云的妈妈写封信，要不。
长官功德无量，无数生灵连遭涂炭。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您致意。李青，既然是一家人，就不必说两家话了。我已经致电宁解镇军首长，希望你杨丽清领衔来我兵团实行改编。从现在起，我把军队和城市都交给人民了。杨将军，晚上到我那儿去坐坐。我去。不谈公务，只叙家常。你姐就是这么副犟劲儿，从来如此，喊都喊不回头。各自有各自的理念，无法勉强。我和你姐就这么若即若离的，反而新鲜。不是夫妻胜过夫妻，最后关头曲终人散，我不能接受，接受不了，李青。哎，佟长官，还记得24年前我们在广州我姐姐的房子里，我们第一次谈话？怎么不记得？一个县城里来的毛头小子，那个时候你像一个导师一样在训示我，说这个世界上只有2种人，一种人是这个理想主义者，例如屈恩；一种是实用主义者，例如你自己。记得这话吗？倒不记得了，不过听上去像我说的话。为什么？我姐姐这一生都在眷恋和屈恩那段感情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屈恩对他所坚持的理想、信念，绝不妥协。理念至上，理想和信念，所以他们注定无法走到一起。你是在嘲讽我善于妥协？没有，绝不是。你和我姐姐在没有理念上冲突的时候，可以生活在一起的。反之呢，必然分离。这就不讲道理了吗？他主张民主理念、自由思想、博爱精神，这都不错。可主张是主张，现实是现实。他的主张跟中国几十年的现实根本对不上号。老百姓连肚子都吃不饱，谁信你那一套？你说这些这么多主张管用吗？啊？你在监委会上那一通漂亮的演说不管用，老百姓根本不信你这一套。你能有什么办法？你只能失败。这话你和我姐说过？听不进去。我不想改变你的实用主义，可是，在感情上，董长官，你就不能理想一点吗？理想管用吗？吃饭穿衣还不是现实的本质，那么真正的现实是什么呢？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们赢得了
理想中的今天。我不否认这一点。屈恩曾经跟我说过，说在中国，不是哪位政治领袖选择了马克思主义，而是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是因为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，有着无数不畏艰险、不怕牺牲、充满着美好理想的人们。马克思主义是什么？只是理论。只有通过这些人，充满着美好理想的人们，不屈不挠的努力、奋斗，才能得以实现。纵然是牺牲了奋斗者自己的生命，屈恩就是这些人的代表。你真的很屈恩化了。我说过，今天只需家常，分不开。一门杨家，煌煌一大好本呐！整整26代人，生生不息，连绵不绝。还有我也上册了。爹一定要写上你。这老爷子，你看这整整26代人的职称俸禄，从士大夫一直到国共两党的高官，多少时代荣誉。是啊，没有非黑即白嘛，都在这一个册子上。父亲的意思是明白的。一片苦心呐。这世间万物尚可相克相生，为什么人就不行呢？非要夫妻反目，骨肉分离。你和我姐姐分开才几天呢，你就受不了了？我杨立清做了杨家几十年的游子，远离家乡，远离亲人，有的时候还得躲避自己亲哥哥的通缉和追捕。81暴动在你的专列上，你让人绑我，能绑得了吗？你小子不错，把望远镜和特务营那帮兄弟还都给我送回来了。那是屈恩下令，依我，绝不还你。又是屈恩，你姐姐也时常提起他，也怪了，我从不反感，对像他这样纯粹的为人，我董建昌从来是服气的。那是因为他具备中国共产党人的全部理想和品质，这一点，连我们的敌人都不得不尊重他，不敢不尊重他。你爹呀，一个太难得的老爷子，目光如炬，世事洞明。你想说什么？老爷子他走了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反正你也来不了，你也来不了。什么时候？离人上船的头一天，也算是一种完满吧。死亡是大智慧。他走得明明白白，让两边的亲人都省却了父爱的偏袒，一块儿肝肠玉碎，也真是奇了。老爷子至死都坦坦荡荡。你还好吧？
没事，我憋得慌。你走吧，找个没人的地方自己待会儿。就是这儿了。丽人还是有特权的，仓皇之下还能选出这么一块风水祥地。怎么今天突然迷信起来了？迷信？这怎么是迷信呢？你忘记你丈夫是做什么的了？测绘出身，打小摆弄的就是山川形胜。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讲究？爹肯定是心领神会了。爹是行伍之身，一辈子最读不厌的书就是地图了。到了爹的坟上，你怎么一点都不伤感？伤感？为什么要伤感呢？不伤感。先人已经很辛苦了，你哭哭啼啼的，惹他伤心也不是。秋秋，把花摆上。你和秋秋一块儿，咱们一块儿给爹磕个头。看什么呢？我看看有没有外人。哎，你说，咱们3个解放军，这跪在地上磕头，条例也不允许啊。哥，给爹立正敬个礼吧。不行，爹是老派人，得按祖宗的规矩办。条令先放一放啊，这是家祭，又不是部队上。爹啊，我。灵娥、秋秋带着我们的孩子过来看见老人家了。我知道你能听见我们说话，别在意啊。里头的、外头的都是军人。
他从一开始就把你当成自己的孩子，这你是知道的。还有，就是你不知道的我。一个女人，如果不能把自己完整的交给她最爱的男人，就不如守缺吧。因为最珍贵的，已经留在我们心底那块最纯净的地方了。很感激老穆这么多年像父亲般的陪伴。作为一个妻子，我欠他的太多了，多得无法偿还。还好，我无愧是瞿恩的妹妹，我终于可以陪她一起去聆听新中国诞生的钟声了。那是我们甘愿付出一生的理想啊！那更是孩子们的未来，是孩子们的希望。汤先生，到！欢迎成为人民的一员。谢谢。你的老同学杨立清将军将邀请你去上海。立清。瞿恩教官，军区机关党委要我给全体党员上一堂党课。您是知道的，我不是那种喜欢照本宣科的人，也因此，我又要给您写信了。记得在上海的亭子间里，您曾经向我描述过我们的党。如果能够执政，那将是怎样一种工作方式？老实说，当时我心里觉得好笑，就如同两个没有头发的人在那里讨论梳子。可今天，我们党已经获得了政权，并成功地领导着全体人民建设社会主义。我真的想念你。您当时的构想和警讯充满着真知灼见。你说，只有造反没有建设的革命，不是革命。您还说，夺取政权不易，建设国家更难。瞿教官，这些话我真应该跟我的官兵们说道说道。我要告诉他们，一个在20年前就已献出自己生命的理想者，在25年前就这样的警训我们，警训我们的党。这是一笔无价的精神遗产。我要大声地对那些年轻的共产党员疾呼：不要忘记过去，忘记过去，就意味着背叛。